小伙伴，你是不是也觉得 AI 时代是程序员的天下？但在德国 ，AI 真正落地后，企业越来越离不开的，居然不仅是只会写代码的人，还有那些曾经在技术鄙视链底端的文科生。我知道你现在的表情 ，Excuse me， 这批人不是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吗？今天就说说这件事，为什么恰恰是这批人开始吃香了？这跟你我的饭碗又有什么关系？大家一提 AI， 脑子里面是不是还是工程师在机房里苦哈哈的训练模型？但德国其实早就过了这个阶段了。请看德国联邦统计局2025年的数据，250人以上的大企业里，57%已经在用 AI 了。慕尼黑伊否经济研究所的调研，超过40%的企业已经把 AI 用进了日常业务流程，还有将近19%的企业说，我们接下来几个月就准备上 AI。你看这些数据 ，AI 在德国早就不是 PPT 里的概念了，它现在就在跑，但跑起来之后，企业马上就开始头痛了。为什么？德国企业是个什么画风？在德国待过的人都懂，你哪怕想换个办公室的椅子，可能都要填2张表，等3个星期，层级特别多，流程特别重，对合规的要求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。所以任何新技术想落地，都得先过5关斩6将，回答一堆问题，合不合规？数据安不安全？万一出事儿了，谁来背锅？这就一下子给 AI 落地铺了满地的雷啊！那谁来扫雷呢？这就非常有意思了。恰恰是那些懂业务、懂规则的人，也就是文科生成了香饽饽。为什么？这里面有3个原因，一个比一个让人意外。首先，你看现在大模型啊，就像一个刚入职的名校毕业实习生，能力超强，什么都会，但就是没经验、没分寸。他能说会道，但是你敢不敢让他直接代表公司去签合同？不敢吧？给大客户的邮件，你敢不看直接发吗？ AI 自动回复的措辞算不算歧视？合同解释发给用户会不会留把柄？ AI 生成的内容不是读得通顺就行，而是要能合法合规的进入真实的商业世界。想象一下，一家德国中型保险公司要上线大模型客服，技术上不复杂， API 接上就行。一个客户家里漏水，跑来问 AI， 我这种情况能全额赔吗？大模型那可是讨好型人格，直接回一句没问题，您的情况完全符合赔付条件。这句话发出去，老板当场血压拉满。在德国，这种措辞在法律上可能直接构成赔付承诺，几万欧元的法律责任可能就算在公司头上了。这时候谁最重要？不是程序员，而是一个懂保险业务又懂法律用词边界的人。他得赶紧过来给 AI 画条红线，告诉他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打死都不能说。你看，这个人1行代码都不用写，但他一句话就可能帮公司省下几十万欧元。你可能会说了，工程师直接把规则写进系统不就行了吗？可以，但得先有人把规则定义清楚啊。工程师就像修围栏的人，但围栏该画在哪里，哪一块是禁区，哪一句话算越线，不是工程师自己拍脑袋就能决定的。你看这2句话，您这种情况完全符合赔付条件，根据您目前提供的信息，初步看可能符合部分理赔条件，最终仍需以正式审核结果为准。普通人看都是在回复客户，但在保险和法务眼里，这2句话的风险级别完全不一样。到底哪些词不能说，哪句话说出去会被当成承诺，这些东西靠的是对这个行业规则、法律边界、历史纠纷的积累，不是光会写代码就能搞定的。第2个原因呢，就是系统和系统之间，人和人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鸿沟，需要有人在中间搭桥。一边是 AI 工程师，天天跟你讲向量数据库、大模型微调这种火星语；另一边是公司业务主管，他们脑子里想的都是审批流程、风险控制。2群人坐在一个会议室里，基本上就是鸡同鸭讲，跨服聊天，而且两边都觉得对方很蠢。企业最缺的就是能在中间说人话的人，把工程师的火星语翻成老板听得懂的德语，再把老板的我就要这个感觉翻回去给技术团队。举个例子，假设德国一家医院想用 AI 来自动生成 Arztbrief， 也就是出院小结，哇，这效率能提高多少倍啊？但是问题马上就来了，病人的隐私数据能随随便便上传到云端服务器吗？ AI 生成的那些专业的医学术语，法定医保机构它认吗？德国2024年起对健康数据上云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，这一关怎么过？这些问题工程师答不上来，业务主管也一头雾水，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既懂点医疗词汇，又熟悉医院流程，还能把数据隐私问题跟科技公司掰扯清楚的人，能把技术、制度、医生和病人全串起来。没有这个说人话的人，再贵的 AI 系统也很难真正落地。这绝不是我瞎编的啊！经合组织2024年的报告直接指出，那些跟 AI 打交道最多但不需要写代码的岗位，招聘条件有 72% 要求管理技能， 67% 要求业务流程技能，
企业真正花大价钱买的就是这种人话翻译机。接着说第3个原因，跟欧洲现在越来越严的 AI 监管大环境脱不了关系。2024年欧盟那个 AI 法案不是正式生效了吗？它放出来的信号那叫一个明确，开发个 AI 算什么难事，真正难的是怎么让这个 AI 在欧洲这片规矩极严的神奇土地上合法合规，还得极其可控的跑起来。我就拿律师这个行业来举个例子，放以前一个初出茅庐的初级律师面对一个案子怎么干活，他可能得熬上好几天，在那几百页的合同成堆的邮件记录里头翻来覆去的去找关键条款。现在好了， AI 一顿操作猛如虎，2分钟直接就把争议点、时间线还有那些隐藏的风险条款全都给你捋得明明白白。这时候你可能就要问了，那这些律师岂不是都要喝西北风了？恰恰相反，比如说现在有家公司准备起诉合作方违约， AI 确实高效，瞬间就能把厚厚的合同、往来邮件、付款流水全都给你扫一遍，把来龙去脉捋得一清二楚，甚至顺手还能给你起草一番像样的诉状思路，绝了，对吧？但是最后真正要把这些文件递进法院大门，站在法庭上说法官大人，这就是我们的法律立场的，能是 AI 吗？绝对不行啊，还得是实打实的真人律师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德国规定的非常清楚， AI 可以帮你起草文书、做海量搜索、写总结报告，这些都没问题。但真正能对外代表客户利益，做出最终法律判断、承担严苛职业责任的，仍然必须是考了执照的律师。说到底， AI 就是个能力爆表、干活不累的超级打工人，但他永远成不了那个能独立执业、大笔一挥签字、出了事顶上去背责任的法律主体。所以你看，并不是你的饭碗没了，而是你的活儿变了。以前做这一行就像是个矿工，埋头苦干，一页一页死磕枯燥的材料。现在呢， AI 把最繁杂的初始工作都给你弄好了，你直接升级，从纯体力活变成了高端的找茬和最后把关的人。你绝对不是要被 AI 扫地出门，你现在的角色更像是站在机器背后，掌握生杀大权的高级质检员。大企业花重金雇你，买的不是你的体力，买的是你那双能看穿风险的眼睛和最后敢拍板，出了事敢顶上去的担当。说到这里，有一点得讲清楚，我不是在说文科生可以躺平了，德国企业绝对不会因为你会背几段莎士比亚就感动的给你发 offer。如果你现在还在对 AI 工具敬而远之，那依然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真正值钱的是懂行加懂 AI 这个组合，懂规则、懂业务，会处理复杂文本，还能把 AI 当手下使唤，而不是被它使唤。你现在脑子里的知识，你手上的技能，能不能帮你在两边说人话，把技术的话翻给业务听，把业务需求喂给 AI 执行？能做到这个的人，在职场里基本上就是限定款、稀缺。最后也想问问大家，在你自己的行业里， AI 到底是来抢你饭碗的，还是你招进来的工具人？评论区留言，我很好奇。我是小雨，让我们一起做个清醒的局内人，下次见。